在美国俄亥俄州的70年代，有着这么一个浑身长满牙齿的怪物迫害当时的小孩，而现如今却总有人知，但无人能提。那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呢？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前几天我无意当中看到的这个牙齿怪人的照片，我差点当时就直接过去了。这到底是个啥呢？经过正正几天晚上的研究，发现这和一个名为《蜡烛湾》的灵异动画片有关，而且它也是最早出现在美国论坛上的都市传说。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没有看过，所以知道的朋友刷一波弹幕，没听过的话，此处可以开始3连加关注啦。因为作为正正粉丝的唯一好处就是总能看到一些别人没有讲过的东西。我们在谈论牙齿怪人之前，得先从他的一个灵异事件开始。首先，正正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吗？比如鸭子侦探、七龙珠、中华小当家、一休哥等等。我想现在弹幕里肯定要来一波回忆杀了。然而在美国的一个论坛上，有一名用户提出，你们小时候看过《蜡烛湾》这个动画片吗？没想到引来了热议，许多用户纷纷表示记得这部动画片。它在20世纪的70年代，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的当地频道播出，并在每一集当中都播放令人毛骨悚然的老音乐。据回忆，这是一个低预算的儿童电视节目，他们都还记得是在第58号频道上看的。该节目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珍妮斯的年轻女孩，她幻想自己和海盗成为朋友，海盗人物是留着胡须的木偶刻画的。这些讨论以最后一个用户的回忆告终。据他描述，自己去养老院拜访了妈妈，问他70年代自己在看什么动画片。他妈妈回忆说，小时候总说自己要去看一个叫做《蜡烛湾》的动画片，然后他就在电视机的雪花屏面前坐了整整30分钟。让他很费解的是，大人们似乎都看不见这个动画片的播出，这才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看来只有当时的孩子们才能看得见这个动画片，而大人在电视上只能看到雪花屏。这群看着《蜡烛湾》长大的人，如今却在网络上找不到任何关于当年《蜡烛湾》的相关资料。难道这一些回忆都是巧合吗？结果表明，没有任何外部记录显示该节目存在过，甚至那些说自己记得看到过该节目的人，对于某些情节都有不同的记忆。因此，蜡烛湾被归类于有名的灵异事件之一。大家都知道，灵异事件一向是受人欢迎的，但是并没有许多特别劲爆的改编作品。但是在美剧《灵异频道：蜡烛湾》里，牙齿怪人的诞生，使得这个传说更加毛骨悚然了。说实话，这个牙齿怪人长得是真的窒息，它也被叫做牙骸或者牙仙子的生物，就像这个名字暗示的那样，这个怪物完全是由牙齿制成的，给人不一样的视觉冲击。那牙齿怪人到底是谁呢？有个叫做麦克的人是一名儿童心理学家，他回到俄亥俄州的家乡，调查了几起当年的儿童失踪案，包括自己的双胞胎哥哥艾迪。诡异的是，这一切案件似乎都与儿童海盗节目有关。艾迪去世的时候只有12岁，当时经常遭受同龄人的欺负。麦克年龄小，不敢帮忙。在一次打架当中，艾迪的手指被折断了，从此就打开了黑暗世界的大门，拥有了超能力。他有能力对人和动物洗脑，就像欺负他的狗一样。他还让所有的孩子在电视上看《蜡烛湾》，将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都要引导他们步入死亡。麦克发现了他的异样，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直到有一天，艾迪打算杀死弟弟喜欢的女孩，麦克忍无可忍，杀死了艾迪。母亲把麦克送走后，蜡烛湾的动画片也就消失了。其实艾迪的灵魂得以幸存，以牙齿怪人的形象出现。他洗脑了一位老师，成为了他的手下，用儿童的牙齿帮助他复活。他们还用蜡烛湾的动画片教唆其他孩子，成为他们杀人的武器。牙齿怪人的目标就是要报复所有欺负过他的人，还要利用麦克重获新生。他还用麦克的女儿跟他交易，灵魂离开自己的身体才能救出女儿。为了阻止牙齿怪人继续杀人，并且救出无辜的女儿，麦克达成了交易，进入了艾迪创造的世界。女儿被解救后，将麦克的计划告诉了祖母。麦克打算和艾迪在另外一个世界永远不回来了，母亲只好忍痛让麦克窒息而亡。这意味着艾迪被永远困在了另外一个世界，无法利用麦克的身体重生回归。关于牙齿怪人的存在，真正觉得那位被洗脑的老师一直在为他提供牙齿，看来牙齿很有可能是他的能量来源，可以因此变得更加强壮。有了牙齿怪人的外衣，艾迪才能重新回到现实当中游走。加上了麦克回到家乡，报复的机会来了。艾迪也知道他需要一个身体重生，于是他将牙齿作为关键点，怪人也是披满牙齿的外衣，很新奇，又让观众细思极恐。因为掉牙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是可怕的。小时候换牙的时候，拿在手中看上去很小，但之后长出的牙齿将会成为永远的那一颗。在2013年田园心理学杂志当中发表了一项研究，世界各地的各种牙仙神话被创造了出来，是为了帮助儿童度过换牙时期。西方文化当中，掉牙很有可能就暗示了死亡。美国人类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将近21%的美国人梦见自己的牙齿掉落，而只有16%的日本人梦到过。而且掉牙的梦境可能也是暗示着身体的无力。他们普遍认为，当牙齿脱落时，一个人的生存能力、饮食能力都将面临的挑战，因此也意味着疾病。让我们回到都市传说中，有人推测了这部残害孩子心事的动画片《蜡烛湾》是个大阴谋，也有人推测这些网友他们只是曼德拉效应，
这是指大众对于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时事不符，对事情持有共同的错误印象。后来，这个故事的作者出来澄清了，说这个只是自己的猜想。在2009年发布在恐怖小说的网站上，许多故事都围绕着虚幻的小镇展开。这个故事发布后，用户们开始疯狂转发。随着故事越来越受欢迎，许多用户试图回忆起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还描述出木偶海盗的形象。所以这一切都不过是某些爱好怪谈的人群与灵异爱好者们自编自导的一场闹剧。但在真实与虚假难以分辨的网络上，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恐慌。不明真假的好事者也开始添油加醋，故事细节越编越多，谎话说上1000遍总能成为真的。没有人记得故事只是诞生于小说网站，直到现在，仍有部分人坚定认为蜡烛湾是真实存在的。同样，那个美剧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或许这种事件就是曼德拉效应吧。可怕的是，舆论在慢慢改变我们的记忆或者思维。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相信类似蜡烛湾的集体记忆在国内也有过，并且还是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的。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正正依然会不忘初心，以视频质量为本。喜欢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哦。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再见吧。